嫂子是个互联网娇妻，每天都要在网上秀恩爱。吃饭时，她说宝宝要用宝宝碗；怀孕后，她说皮毛线大小孕妇被亲戚老公扎鼓包了；生下女儿后，她又发帖说不重男轻女，只是想凑一个好字。这一凑就凑了4年，她4年生4个全是女儿，她急了，终于在怀上第5胎的时候找了偏方要吃转胎丸。我做医生建议她别吃转胎丸，和她再一次拼男宝失败后就恨上了我，趁我不注意时将我推向马路中央。再次睁眼，我又回到嫂子拿回转胎丸。那天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选择闭口不言。大师说了，吃了转胎丸，就算肚子里是女孩，也能变成男孩。听到嫂子的话，我下意识打着寒战，摸了摸曾被汽车碾过的臂膀，救命！上一世还没等我呼出这句话，汽车就从我身上呼啸而过。马路边上，嫂子面容扭曲，怨恨的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她趁我不注意，光天化日之下将我推向马路中间。我浑身是血，从牙缝里挤出。为什么她狠狠啐了我一口恶心肮脏？恍惚间，我听到她恶狠狠道：要不是你，我肚子里的药组怎么会变成赔钱货？我要你给我儿子抵命！原来他对我阻止他吃转胎丸意是耿耿于怀。他说，要不是我骗他说转胎丸含激素过量，害他没吃转胎丸，他怎么会生不出儿子来？真可笑，整个家里都把他当生育机器，只有我真心实意为他的健康着想，他却如此不知好歹。小晚，狭小的客厅里，哥哥摸着嫂子的肚子，换我唇角含笑，看向我的眼神却含着不屑。刚才哥的建议怎么样？等你嫂子给你生了侄子，你就把西街那套别墅过户给你侄子当见面礼。他一再强调，是西街的别墅，不是别处的居民房。我看向这一对渣男贱女喜滋滋的模样，我抿了抿嘴唇，点点头，没问题，嫂子，这次你可怪不得别人了。西街别墅的房子不是我的，是我男朋友买来给我们俩当婚房的。我们婚还没结，就被哥嫂给算计上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哥嫂都愣了，眼神里带着半信半疑。小妹啊，我们不是要你的房子，是生儿子后地方不够住了，你和小布俩人住不了那么大的地方，就先把别墅让出来，等你哥挣了钱，买了大房子，我们再还给你。生了4个女儿了，不嫌没地方住，即将生儿子了，又嫌弃地方不够大，感情是女儿不算人呗。我定定的看着嫂子再三保证，嫂子放心，我都明白你这胎要真生儿子，那就是给我们老沈家立了大功了。给一套别墅算什么？嫂子极力忍住内心的雀跃，伸手拿起眼前的转胎丸，就要吃药丸放到唇边。她动作停住了，开始犹豫，这转胎丸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，要不去医院化验化验再吃哈。我心里一阵鄙夷，原来她也知道这种来路不明的药丸不能随便吃啊。上一世我苦口婆心的说，这种转胎丸里含有过量的雄性激素，劝她不要吃。她一脸不舍的将药丸扔了。现在看来，她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呀。可到头来，她却将没生儿子的罪过栽到我头上，说我舍不得别墅，才害她生不出儿子，果冻哥哥打我，甚至还杀我哥哥。见嫂子犹豫不决，半搂着嫂子温柔似水，宝宝，你不想生一个我们的爱情结晶吗？到时候可是2个男人保护你啊。感情前4个女儿都是无性繁殖的，哥哥一边说一边旁若无人的吻了嫂子的手心，还要低下头去吻她的肚子。嫂子一边含羞说小妹看着呢，一边得意洋洋的拿出手机来调好角度拍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待会儿又要在小蓝树上发帖子了。终于嫂子炫够了，深吸一口气，一口咬上药丸，药丸里的苦涩蔓延出来，整个屋子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涩味，像是田间腐烂的动物尸体。嫂子一个干呕，马上要吐出来了。哥哥适时起身含住嫂子的嘴硬，逼着嫂子把呕吐物咽了下去。2人就这样合力吃下了那个酒盅大小的转胎丸，徒留我一个人在洗手间吐得昏天黑地。好不容易吐完了，拿出手机来一看，嫂子竟然将吃药过程拍成小事，频发到颤音小视频软件上了，还配上缱绻的音乐，底下还写了一行讨厌，每次吃药都喂我，老是把我当小孩子，可老公说我永远是他的宝宝，宝宝吃药就要胃里翻腾，酸水泛滥，我又把头埋进了马桶里。第2天一早，我借故工作，忙要住进宿舍，收拾了自己的衣服证件，装进行李箱里前事。我本来考上了国立大学的医学博士，可哥哥非说小县城的医生用不到这么高学历，藏了我的身份证，逼着我回家乡就业。这一次我可不想再被他们牵制了。嫂子面上一喜，嘴上却说在家里住多好，嫂子还能照顾你，给你做饭照顾，不是白照顾做饭，不是白做饭，在家里我要交房租交生活费，还要负责上学的侄女的接送。不了，侄子快出生了，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我趁着有空多干点多挣点，千万不能委屈了。我侄子在嫂子心满意足的视线里，我提着行李箱逃命似的跑了下了楼，听见楼上嫂子喊了声，你银行卡留下了吗？我留你大爷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告诉男朋友，我想继续读国立大学的医学博士。男朋友十分赞同。上一世我在哥嫂的道德绑架下回到了家乡，在小县城的医院里浑浑噩噩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男朋友为了迁就我，主动辞了大城市的程序员，考到这个小县城来当个基层公务员。我害了自己，也毁了他的前程。这一次我一定不要走前世的老路，我要好好过好自己的一生。男朋友陪我做了博士，申请后就和我商量着，如果真打算以后离开这里，那咱买个别墅就得早点处理。这正合我意，趁着哥嫂大意，早出手早利索。这几天哥嫂在家可谓乱成一团，
4个侄女没人看，嫂子就让才5岁的大侄女负责一切家务，还动辄就骂侄女红妹子，大家都是女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拖拖拉拉不就是想等你爸回来卖惨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才是你爸爸唯一的宝宝，你再卖惨妆可怜也没用。除此之外，嫂子还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小妹呀，为什么吃了转胎丸，肚子一会儿抽抽，一会儿不抽抽呢？可不抽抽咋的？破药丸里含那么多雄性激素，可吸取了上一世的教训，我什么意见都没给，只说嫂子，我一个女的不如我哥有见识，要不等我哥回来，你问问我哥。此话一出，嫂子立刻忘了肚子的事儿，话题立刻转移到了男人女人身上，和人娇妻要笑不娇妻。晚上哥哥打工回来时，嫂子已经疼得窝在沙发上，直不起腰来了。哥哥一个箭步跑过去，赶紧抱起嫂子就要去医院。嫂子虚弱的拿起手机，咔嚓一声启动了照相机，极其刁钻的角度下，嫂子脸色苍白，额头冒虚汗，哥哥臂膀有力目视前方，两人一路朝着医院奔去。背景音乐响起，小视频特效，又是雪花又是桃花的，底下的文字肚子不舒服，我想忍一忍，可老公二话不说，抱起我就要去医院。他说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有事，胃里又开始翻腾，熟悉的感觉又上来了。我起身快步朝卫生间跑去，回来时见妇产科门口围着一圈人，嫂子捂着肚子大骂你个庸医，你不就是嫉妒我有男人有幸福吗？你好好给我看，大不了我让我老公陪你一次。哥哥两眼冒光，妇产科医生是个单身主义者，长相冷淡清丽，他推了推眼镜，再三重复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显示激素异常，建议抽血检查。嫂子却十分固执，不能抽血，我们刚吃的状态丸，大师说这3个月都不能见血，见血法术就不灵了一声气笑了。转胎丸是什么？每个医药公司出的有没有医药检测证明说明书拿出来看一下。嫂子深吸一口气，拉着哥哥，双目含泪，既拿不出说明书，又不肯起身去抽血，就这么僵持着。忽然听到人群中一个孱弱的声音，王大师，那转胎丸不会是您的杰作吧？人群中一个瘦弱老太太讪笑一声，尖嘴猴腮，保健品都是保健品。嫂子一听急了，大师怎么是保健品呢？你当时可是拍着胸脯保证包生男孩不管用，退款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，包生男孩不管用，退款选100个星号，星号能赚50个星号的钱。不过凭借上一世的经验，我知道嫂子不在这50个星号之中。那天嫂子到底是没抽血，而是选择了更贵更危险的羊水穿刺。嫂子大言不惭地告诉他们，账记在沈婉头上，就是你们医院的那个沈婉同事们劝我为自己做打算，别当福歌魔。我苦笑一下，不解释。检查结果出来，嫂子的胎儿有极大可能是怪胎，医院要求她立刻引产。哥哥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着烟，嫂子抹着眼泪哭个不停，她一边哭一边摩挲口袋。我心软了，拿出纸巾来，伸手想递过去，就不像嫂子拿出了手机，点开了美颜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好好的儿子到了医院一查，居然我又默默将纸巾塞了回去。王大师正带着儿媳妇来产检，瞧见这场面巧，默默领着儿媳从后门走了。哥哥眼角瞥见我，忽然一脚踩灭了烟头，几步迈到我眼前，抬手就要扇我。你个死妮子，你嫂子肚子里的孩子在你医院出事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保安上前拦住哥哥大骂，你俩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沈医生搞出来的，沈医生也没指点，你们床上运动怎么能管到沈医生头上呢？哥哥被保安拽着动弹不得，仇视的瞪着我。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，怀孕产检不来医院却去找大师，真是开了眼了，现在出事了，怎么不去找大师了？哥哥像是被点醒了一般，当即就拉着嫂子走了。嫂子被我哥扯了，一个踉跄吸吸鼻子，抱怨老公等等宝宝，宝宝步子小。哥哥不耐烦了，宝宝你就知道宝宝娇嫩，你如今几岁，咱们再去找大师看看你。这次要是不能给我生出儿子来看我怎么揍你。哥哥目光愿独扫视周围，他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抬了抬下巴，给我打5000块钱给你嫂子看大师用。嫂子大为感动，抱着哥哥的胳膊小跑几步，老公，我就知道你爱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咱们爱情的结晶生出来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给你生个儿子。听了他们的对话，所有人差点惊掉了下巴，他们的目光随着哥嫂的移动而移动，最终目视着两人消失在电梯，然后目光又齐齐落到我身上。我被齿咬唇，目光含泪，颤巍巍拿出手机，委屈巴巴点击转账。同事不忍心了，你哥嫂是成年人了，你为什么要赚钱给他们？我摇摇头，不说话，却适时露出手腕的伤。你哥嫂还打你我一言不发，只默默地赚了5000块钱过去。为了麻痹哥嫂，这段时间我一定要顺从再顺从。区几千块钱就当给他们提前预支的骨灰盒钱了。第二天整个医院都流传着我被哥嫂道德绑架，不得不为哥哥支付彩礼，买房买车，养育儿女，抚养全家，甚至连医疗费都是我付的流言。夸张是稍微夸张了点，但也不算造谣。医院领导找到我，问我有什么打算，说现在有个去国立大学研读的机会，问我愿不愿意背井离乡，这不巧了吗？不是，我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朋友，男朋友着手卖别墅，嫂子在颤音上发几个小视频，忽然火了，评论区很多人给他留言，甚至还有人私信他，问他是不是引流带货。嫂子专门截图出这条私信，再次发视频，不是引流，是爱情。视频里，嫂子挺着大肚子，眉眼含笑，左脸肿起来，上面还有5个指印。评论区直接炸了，这是被家暴了吗？活着的娇妻被绑架，你
你就眨眨眼，不理解，但尊重，不尊重也不祝福。原来那天哥嫂又找了另一个大师，那个大师说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是因为王大师的法力不够，但没关系，谁让他们命好碰到了自己呢？3000块钱1疗程的腹水，连着喝3个疗程，喝了保管生大胖小子不管用，退全款。哥哥抬手给了嫂子一巴掌，嫌他别人怀孕1分钱没花就生了儿子，就你都在你肚子里花多少钱了？嫂子啪嗒啪嗒掉下2行清泪，老公，你不爱宝宝吗？大师正想劝架，忽然听到这句话，一个不设防，忽然吐了出来，还吐到了香案上。大师说，哥嫂对神明不敬，又收了哥嫂1000块钱的香火钱，我觉得很合理，大师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被恶心吐了，总得收点精神损失费吧。周末，哥嫂让侄女找借口将我叫回了家，一进门就粗鲁地拽着我的胳膊，硬生生将我拽到客厅。审满一个赔钱货，胆子肥了是吧？当着4个侄女的面，哥哥狠狠地瞪着我，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心里一慌，难道他们发现了我申请博士的事了？嫂子捧着肚子娇羞不已。我说，小婉啊，你没男人要嫉妒，我和你哥哥有爱情。这不要紧，可你不该打你侄子的主意啊，这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你可都没给呢，你侄子在肚子里都不高兴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为这事儿啊，可是我这个月都没住在家里，也没在家里吃饭啊。听到我的话，嫂子难以置信的张大嘴巴，身形摇摇欲坠，好像晕倒似的。大侄女沈招娣拉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地说，姑姑妈妈说，你的生活费是给我们几个用的，你不给生活费，我们就没饭吃。二侄女沈来娣吃着手指含糊不清，我忽然气血上冲，怒从心底起火，像胆干生，有你们这么当父母的吗？你们有钱买那3无药丸，给没出生的婴儿买婴儿车，就没钱给女儿买馒头吗？经历了一世，原以为我可以理智应对一切，可看到4个皮包骨头的侄女，我还是心痛难忍，我可以一走了之，可是他们呢？他们什么错都没有，凭什么被人欺负，被人糟践？尤其是招娣，才5岁，明明是个小孩子，脸上手上却皮肤粗糙，身上还有被打的伤疤。那天我将包里的钱全都掏出来，扔给哥嫂，夺门而出。有了医院的加入，博士申请很快就下来了。我踏入国立大学的门，闭上双眼，用力吸了一下鼻子。2辈子了，我终于圆了我的梦。我每天忙着上课，男朋友辞掉了小县城的公务员，陪我来到这座城市创业。一晃几个月过去了，嫂子的预产期就到了。那天我刚好有事回了一趟原来工作的医院，谁知就碰到了同样在医院生产的嫂子。听说自从这家医院诊断出胎儿不正常来，嫂子就再也不来产检了。她每次不舒服就去找大师看，每次大师都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时间一长，嫂子便觉得肚子里的儿子是文曲星下凡，经常仗着肚子使唤全家。可哥哥大男子主义被使唤了就骂他打他，每次嫂子都要挺着肚子抹眼泪，再在自媒体账号下发小视频，我为他们沈家怀着长子，他就敢打我骂我。这一届的网友们十分热心，他们纷纷劝嫂子，打是亲骂是爱，锁死爱看多发。而嫂子根本没听出这些讽刺言论来，反而在评论下挨个道谢，甚至做出承诺要在生产时直播。于是万千网友见证了嫂子进产房，见证了哥哥医闹，还见证了一个怪胎太过，恐怕网站适时中断了。直播图刘哥嫂在医院大闹，还我儿子。先前给嫂子做产检的医生拿出证据告诫过你们，你们吃了3无产品，药丸体内激素过量导致胎儿异形，你们不听劝告，这我们医院没法赔偿。嫂子脸上化着浓妆，哭得满脸都化了。胡说，大师说了，我肚子里是儿子。话音刚落，手机叮咚一声响，支付宝收款1万元。备注：包生儿子退款大师看了直播，没等哥嫂上门就把诊费退回去了。哥哥气得正要破口大骂，一抬头看到了我。沈婉看见我嫂子，像是看到了仇人。小婉，你说是不是你伙同医院害了嫂子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对，小婉，一定是你搬走，让你嫂子动了胎气，这责任你必须负。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啊！我算看明白了。总之，这个家花钱我得掏，这个钱出事我得担，这个家有锅我得背。我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我不动声色地越过哥哥，悄悄握着嫂子的手，低声说，怪胎也好，总比生的赔钱货强啊。嫂子一听，眼泪瞬间止住了。可是我儿子怎么办？我拍拍嫂子的手，嫂子，你忘了你是医院体制，想生儿子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咱们先回家生儿子是大事，还得从长计议。我开车带着哥嫂一起回家，回去的路上，嫂子摸摸座椅，又摸摸车窗，瞧着车上的 logo， 眉眼闪烁，小婉啊，你这车是租的吧？我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，这车是我用博士科研奖金买的。可看到嫂子满眼的算计，我随声附和，是，这不是想着你生孩子吗？有辆车方便点，嫂子立刻昂起高傲的头颅，还算你懂点事，不像家里那次的赔钱货。这时嫂子手机忽然响了，嫂子不耐烦地接了起来，吃，你就知道吃饿星号投胎吗？我心里一阵酸涩，原来4个侄女在家饿着肚子呢，大侄女已经快6岁了，从没上过幼儿园，小侄女也1岁多了，小小的婴儿，饿得皮包骨头的。我路边停下车买了几罐奶粉，你有钱不如直接给我买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嫂子冲我翻了个白眼，我面无表情地上楼。哥嫂回到家里，并没让4个侄女吃上饭，反而给了大侄女5块钱，让她下楼买馒头。哥哥四仰八叉歪在沙发上问，
嫂子，你说吧，没生出儿子来怎么办吧？嫂子因为在哥哥身旁，拉着哥哥的手搁在他小腹上。老公，别生气，宝宝给你生儿子。哥哥点起一根烟丝，毫不顾及满屋子的儿童和产妇。小婉，这事儿你也有责任，你搬出家里没照顾你嫂子，这才让到手的儿子飞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咱沈家的罪人？我笑了笑，从手机里翻出一张通知，40万，要不要哥嫂的眼睛亮了？有个外国土豪想收养女儿，想收养4个，一个给10万，4个给40万，押金5万。1年后，如果这4个孩子身体健康，则再给35万。嫂子犹犹豫豫给3个行不行？招娣都能干活了。哥哥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你是蓝星号投胎吗？活不过自己干啊。福地已经懂事了，哇哦一声哭了出来，爸爸妈妈别卖我，我听话。他这一哭，几个妹妹也跟着哭起来，哥哥一脚一个踹一边去，谩骂声不断。我抱起最小的潘蒂，轻轻拍了拍，他都别哭了，听说那边是住大别墅，有吃不完的粮食，还能上学呢。嫂子一听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小婉，你那别墅要不提前过户过来吧，你再每个月多给5000块钱，我和你哥也不用把几个女儿送走了。福地眼巴巴的看着我怀里的潘蒂，也像听懂了一样，拉拉我的领子，如果不考虑金钱，这也是个好办法。可4个侄女缺的不是一口吃的，是思想观念的改变。如果不让他们离开原生家庭，他们会遇到另一个沈强，他们也会变成下一个张小月。嫂子，我这别墅可是给我侄子的，你没给我沈家生出，后来可别打别墅的主意。办完事我要回学校了，我带上4个侄女，为了照顾小侄女潘蒂，我还特意请了个月儿嫂帮我抱着孩子。招娣眼泪汪汪的看着车窗外的爸妈，满眼是泪，却不敢落下来。我将他们带回了我家。招娣想上学吗？沈招娣点点头，姑姑送你去上学，但你要答应姑姑再也不许联系你爸爸妈妈好吗？沈招娣看着满桌子的吃的，再一次点了点头。而此时嫂子也开始了积极备孕，她的备孕史像海棠文一样，每天在自媒体账号更新。老公好用力腰痛，老公帮我揉腰，听说用这个姿势好怀孕，可这个姿势好考验柔韧度哦。大战那一晚是什么感觉？评论区越来越热闹，网友们很给力，纷纷给建议，无图无真相，这么问看不出问题来，你拍个小视频发上来。嫂子真的拍了小视频发了上来，账号当天晚上就被封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备孕声势浩大，可就是怀不上。我私下问过产检的大夫，大夫说上回生产伤到了子宫，不好好休养，很难怀孕。好好休养就是静养，就是别随便搞床上运动。显然嫂子没做到。如此3年过去了，嫂子肚子依旧没动静，哥哥坐不住了，开始频频外出，夜不归宿。终于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个染黄毛的年轻姑娘，哥哥搂着她，就像当初搂着嫂子。嫂子不仅不生气，还每天高高兴兴的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这姑娘。邻居问起来，嫂子就说，我老公就是为了沈家有后才和她睡觉的。我老公说了，我是他唯一的宝宝，等孩子生下来还是放我名下，我才是沈家主母。邻居一个踉跄，差点晕倒。他再三看了看哥哥家几十平的小居民楼，揉了揉眼睛，最后嘀嘀咕咕走了。可嫂子说她是主母，那黄毛还觉得自己是宠妃呢。他仗着自己年轻，天天在客厅和哥哥玩 cosplay， 还拍下来发网上。他比嫂子聪明，知道打马赛克，还知道视频放一半，另一半付费观看。哥哥越来越喜欢黄毛了，说他花样多，还会赚钱。虽然赚到的钱黄毛从不给他花，但还是比嫂子强多了。嫂子这才发现哥哥变心了，幸好这会儿嫂子的自媒体账号到期解封了，嫂子也开始发小视频，主题就是逗小三。于是哥哥成了2个视频账号里的男主。今天这个发布被爱的是小三，明天那个发男人3妻4妾是中国的优良传统。有网友给嫂子支招，让她起诉离婚，可嫂子却说她是哥哥的发妻，是不会离开哥哥的。网友整个被惊呆了，哥哥被2个女人闹得焦头烂额，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，连工厂领导都知道了他的故事。借着一次裁员的机会，哥哥彻底失业了。失业的哥哥想起了4个女儿，他想起了我，只留下了5万块钱。他打我的电话，可电话那头只提示着该号码是空号。他又来医院找我，医院早就流传着我被哥嫂吸血的流言，他们有意帮我，只说我3年前就辞职了却丝毫不提我到底去了啊。哥哥去大别墅蹲点，在别墅门口闹事，别墅主人放狗出来，那只狗咬了哥哥，哥哥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嫂子在病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老公，不怕你还有我，我还会陪你一辈子的。黄毛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他摸着肚子骄傲道，这可是你们沈家唯一的一点血脉了。为了这唯一的一点血脉，哥哥病好后把黄毛捧上了天，哪怕黄毛让哥哥打嫂子助兴，哥哥也照做不误。3个人就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了。而我早就进了另一个城市的医院，还成了首屈一指的名医。几个月后，黄毛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哥哥特意卖了嫂子的首饰，说要好好的办了个满月宴。可满月宴还没等到黄毛就走了，留下话说要去追寻自由。嫂子高兴了，这下她又有儿子又有老公了，一家3口和和美美，她的视频账号下又开始了秀恩爱。今天儿子懂事体贴，明天老公和儿子争宠，后天好苦恼，该陪谁睡，网友们也都见怪不怪了。时光荏苒，小男孩到了上初中的年纪，学校要求体检，结果一抽血发现这个儿子居然和哥哥毫无关系。嫂子哭了，骂黄毛不守妇道，
哥哥气得砸了满屋子的家具，邻居们纷纷看笑话，哥哥脸上挂不住，心中的仇恨越来越浓。他顺着黄毛社交账号的信息，带着嫂子和儿子摸到了黄毛家里。哥哥原本是想和黄毛讹诈点钱，可没想到黄毛根本不承认。你说孩子是我的，有什么证据？哥哥一气之下掐着黄毛的脖子，要掐死他。黄毛张牙舞爪，那小男孩在一旁拍手叫好，嫂子也在一旁劝，下辈子你可要当个好女人啊。黄毛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儿子就妈妈。那男孩像是没听到似的，还嫌哥哥打得不够厉害，跑到马路边捡了块砖头递给哥哥。哥哥正在气头上，一砖头下去，黄毛没气了，警车呼啸而来，哥哥手上挂上银手镯，嫂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给警察磕头，可还是阻挡不了警察带走了哥哥。嫂子在路边哭啊哭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小男孩在一旁一个劲儿的喊饿。有个小姑娘忽然掏出一个面包递给了小男孩，嫂子抽泣着道谢，一抬头看到小姑娘的脸，嫂子愣了，小姑娘，我看你好眼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姑娘甜甜一笑，阿姨，我叫沈明昭。说完她就走了，周围看热闹的人指着小姑娘赞不绝口，这就是今年的中考状元啊，可不咋地，我闺女和她一个班说，这姑娘姐妹4个，个个成绩好，模样俊还懂事，真不知道人家爹妈怎么教的。有人加入了讨论什么爹妈呀？这4个姑娘是姑姑带大的，老四和我儿子一块上编程课，叫沈明珠。嫂子听着听着，渐渐停止了哭泣，她看着小姑娘的背影，越看越眼熟，在听周围人的讨论，她总觉得似乎和她有关，但是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她不知道。路边一辆车停下，她透过车窗看到自己身影，她想，这个小姑娘长得还挺像自己的，真是缘分。她看看身边那个和自己老公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，又想起那个甜甜的小姑娘，她想，要是这姑娘是自己女儿，那该多好啊。全文完结。